什么？在国外上厕所还要收钱？在公共场所免费上厕所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？对于生活在中国这边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。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是免费使用的，但是所有的地方、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吗？在我们德国那边上一个公共厕所要花多少钱呢？为什么要花钱？做一个这么基本、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为什么还要花钱呢？还有我们德国人怎么看这个事情呢？今天我准备给你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，咱们对比一下中国和外国的公共厕所。但是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，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。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我在四川成都。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我想了解一下中国这边有没有收费的厕所呢？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？反正我是没有见过。如果你们见过的话，那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为什么它收费，它的上厕所的体验怎么样呢？然后，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，今天的分享。朋友们，没错，我是 Marky， 今天我又来了。今天 Marky 上午有一个事情去办事情了，现在办完了，然后我在成都高新区这边，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们，你们就快点出来一下，毕竟今天成都的天气还可以。哈哈，在上一个视频 ，Marky 还在那儿问成都的太阳呢，去哪了？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它了，然后现在今天它就出来了。当然 ，Marky 的心情也变好了，所以我说，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享受一下这个太阳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明天就不在了。今天在成都高新区。朋友们，我的背后就是这个成都这边的国际金融城，然后 Marky 准备在这边晒会儿步，享受这个太阳，待会儿去喝个咖啡，然后下午继续忙喽。然后这个公共厕所的话题，最近其实在我们德国那边也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，因为我们非常多的德国网友们说，我们这边的厕所为什么要收费？明明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，很基础的东西，很简单，但是大家又要做，为什么要收费呢？今天我就给你们分享一下。然后上一次 Marky 也做过一个关于这个公共厕所的视频，可能你们有看到过，可能你们已经忘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还记不记得呢？然后我在我背后这边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，他说它是一个生火站，然后它有一个智能的厕所，咱们还是去看一下吧，毕竟我还是没有见过。哇哦，外面还有屏幕，然后进去看一下。哦，没有孔的，咱们等一下吧。进去喽，这边还是比较干净，还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个中国欧洲的这个中心的照片。那个时候成都这边还是夏天，然后 Marky 那一次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智能厕所的这种东西，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今天 Marky 就去再次体验一下，再次看一下这个智能的厕所。啊，来了，成都高新的智慧厕所，无人零售，共享致敬，共享充电，艺术，传媒。啊，进去看一下吧。哦，哇哦！体温正常。体温正常，36度。体温正常。哇，我们漂亮的成都，今日一小度，进去看一下啦。啊，还是跟上次一样的。锁门。这边有洗手的，非常干净。这边有 Marky。嗨，
电宝，还有雨伞，非常干净，4个单间厕所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信息，成都今天6度到15度，空气的质量湿度、温度，这个厕所里面17度。体温正常。我背后就是这个叫智能生活站，就是一个智能厕所。然后刚才被体温了4次，都是正常的，所以很棒的。结果中国的厕所里面都会被监测你的体温，这个叫非常有效的、非常安全的防控疫情的措施。这一次体验的还是非常不错，跟上次差不多一样。然后我发现现在起码在高新区这边，这种智能厕所越来越多起来。我真的很希望在我们成华区那边也会放这种厕所，因为这样的厕所确实是非常方便、非常舒服，而且还很干净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对我们德国人来说，免费。一般在我们德国那边上一个公共厕所要花你差不多5块钱人民币左右的钱的价格，但是Mark见过最贵的一个厕所要花10块钱人民币用一次。你们想一想，5块钱到10块钱可以买什么东西？可以买差不多4个到5个包子，可以买4瓶水，可以打车去2公里的距离左右。甚至有一些地方8块钱或者9块钱，你还可以买一份面，有肉有蔬菜，或者炒饭，可以当一个午饭吃。或者你可以在德国上一次公共厕所。哎呀，现在在这边坐下来了，这边就是这个上次Mark来过的那个地方，然后那个时候还在修，现在已经修完了。虽然说没有人，但是今天太阳非常好，所以Mark在这边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那么我们德国那边的公共厕所为什么要收费？因为如果没有人管理它、照顾这个厕所、这个公共厕所，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，非常的恶心。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上了厕所，他们也无所谓啊，他们自己不收拾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一个管理员，如果没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人，那这个厕所就会变得非常差，以后也没有人上这个公共的厕所。那么这个厕所有管理员，有清洁的，有打扫卫生的人，这个成本就上来了。政府或者没有人愿意开一个这样的厕所，然后一直亏本，所以说他要收一个小的费用，就是承担这些成本。那么大部分的德国人，他们从小到大一直都习惯，一直都知道上公共厕所就是要收费的，就是要收你5块钱的这个费用。所以说他们习惯了之后，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他们觉得没什么事情。但是去其他的国家待过一段时间，特别是来过中国这边的德国人，他们就知道，哎呀，本来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上公共厕所是免费的，而且也是非常干净的。你们刚才也看到了，这个厕所花的Mark0块钱，啥钱都没有花，上得非常好，体验得很不错，里面的温度很舒服，里面非常干净。所以在中国这边待过的德国人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也知道了，其实提供一个干净的、不错的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是可以的，只要政府或者社区愿意承担这个费用，给自己的居民提供一个这么方便的、这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可以的。但是我觉得在德国那边目前来说，提供一个免费的公共厕所，这个可能性不太高。反而我感觉，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涨价了，我觉得可能在德国那边上厕所只会变成越来越贵。上一个厕所可能之后要收你15块钱，甚至20块钱。这个也确实是没有办法。但是 Mark目前来说在成都，所以我就每天好好享受一下成都这边的智能厕所，免费的智能厕所，挺好的。但是我的朋友们现在都中午了，Mark饿了，然后今天的分享也差不多了。我感觉你们觉得成都这边高新区的智能厕所怎么样呢？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Mark非常好奇的一个事儿要问你们，就是说，如果中国这边成都这边突然有一天他们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我们的朋友们现在上公共厕所要给5块钱
的使用费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啊？你们会感觉可以，应该的，应该收费，还是说你们会觉得接受不了，不可能上厕所还给钱呢？请你们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这个事儿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然后马克现在准备去找一个东西吃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。马克非常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分享还有点意思，然后视频也拍的还可以。如果你们感觉我们高兴趣很漂亮的话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马克。然后马克就说下一期视频见。